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一本非常重要的一本书，这是我觉得这个是21世纪一本最重要的一本著作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叫《人类简史》。《人类简史》是一本由一位以色列的大学教授所写的一本非常给你开脑洞的书。它本身它的语言写的非常的简单，而且精炼，然后怎么讲，就是说通俗易懂，然后他又给了你很多新观念，然后非常非常有那种震撼力。就是说，我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书了，所以我因为给他产生了被他带来了那么多的，怎么讲，就是那种冲击吧，所以我就决定要给他做一下读后感。然后呢，我整体打算做6期一共是6期哈。因为我不知道6期讲不讲得完，它整个书的内容能够给你这个新知识、新观念实在是太多了，这个6期都不知道做不做得完。第一期呢，我们就讲我从当中感觉到的一种就是学习的方法，你怎么样学习？你在这个新时代，你怎么样生存？你怎么样学习？这是人类这个就是我们智人这 Homo sapiens 怎么样继续生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，就是你不会学习，你肯定没办法生存。那么这本书本身就告诉你，人类它是一个以自己故事为主线的一种虚拟生物，它和那种自然生物是不一样的。自然生物它是用自己的基因来进化，而人类呢是通过自己讲故事来改变文化，然后来改变自己行为模式，然后来改变性取向、人生目标等等，然后产生超自然行为，然后让自己进化的。所以人类的进化速度其实是比动物要快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动物它只知道基因给它的那个命令，比如说你要一个公猪要和一个母猪，它就基因有个命令说你要跟它，对吧？你要见到它兴奋，你要跟它怎么样，那么你只能按照基因的命令。而人类把基因的命令外置到了自己的身体外面，所以它可以做出一些反基因的行为，比如说人类简史里面就说了，有很多男性放弃了女性，比如说僧侣，比如说神父，还有包括同性恋。你说为什么他们会放弃这种基因上面的那种命令呢？就是因为它有一种文化，有一种宗教，有一种信念，有一种道德感，而这种东西全部都是虚拟的，全部都是编造出来的，这些全部都是故事。这就是人类为什么进化的比其他生物要快的一个原因，为什么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生物之一的这个理由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新的时代，我们作为一个人，我们要学会编造自己的故事，就是要走和别人不一样的道路。如果你整天是和别人重复的话，你的意思、你的意识和你的这个价值就无法在21世纪得到体现。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比如说，我们都非常清楚有一个叫做记忆曲线原理的一个，就是学习心理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，这个斯宾塞记忆曲线原理，就是说它这个实验是怎样的呢？是制造了母婴和子婴两种毫无规律的一些东西，然后把这个母婴和子婴结合在一起，创造了非常多的这个毫无任何意义、毫无任何理由、毫无规律的一些单词，让一些大学生或者实验者进行去背这些单词，然后看他们的记忆程度会怎么样，然后来以此判断人类学习的能力怎么样。然后他们发现的是，这种毫无规律的单词，他们学完之后20分钟之后，他们就忘掉了42%。那么1个小时之后，他们忘了多少呢？就忘了一半以上，忘却了56%。然后1天以后呢，他们忘却了多少？忘却了74%，是吧？然后1个月之后，他们忘了多少？忘了77%。2个月之后，他们忘了多少啊？79%，对吧？如果是一般人的话，他就会告诉你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要不断的复习任何东西。你要人的这个最初的记忆太容易忘却，那个3分钟之内，比如说3分钟印象，你第3分钟之内给不了别人印象，你将来就会被人忘记怎么样？他们用这种方法来讲这个斯宾塞的记忆曲线原理。但是从我自己跟你讲这个。我们不能从他忘记了多少来去看这个斯宾塞的记忆曲线原理，我们要去看他还记得了多少。反向思维，这就叫反向思维，和别人想的不一样，毫无规律的，没有任何意思的单词，你在2个月之后，你还能记得20%，那20%是什么单词啊？什么样的单词会让你记住啊？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？我是觉得很奇怪啊。我觉得20%的投资是非常好的这个回报率啊。简单来说，你拿一本字典，任何一个语言的芬兰语字典，好吧，
西班牙语字典，你什么字典都可以。你读上3万个单词之后，他们也是毫无规律，一开始也是根本就不认识的，没有任何意思的，放在句子里面你也不知道怎么组合的。但是读上3万个单词之后，我居然可以告诉你，你2个月之后还能记得6000个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投资其实还是蛮划算的？你要记得6000个的话，你对付一些日常绘画应该就没有问题了。甚至你有可能记得一些很难的单词，可以跟人聊得非常深啊。我记得以前有个老师就说他一整天背那个新概念英语第4册啊，然后背的都是那些化石啊、什么博物馆那些东西，然后跟老外聊的全是这些东西。但是他日常绘画是不行的。你想想看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人类会有20%的记忆，他就是没有办法忘记呢？是什么东西让他不能忘记呢？我的结论就是说，因为那个20%已经和你自己的故事结合在了一起。我们学习的时候，我们会经常发现有一些题目就是简单，就是对你来说很简单，对别人来说就很困难。你就是把那个，比如说一份试卷发下来，有些题目你就是看了，你一看你就知道，你永远都不会忘。有些题目你怎么复习你都是会忘。那区别在哪里？就是那个20%是不是和你自己的故事结合在一起？你大脑自己在学习的时候，它自己就会胡乱创造一些意识里不知道的规则，然后通过这些规则，它就可以有一种叫做深度记忆的能力。这个深度记忆是根本就不会忘却的，而这深度记忆刚好的比例就应该是20%。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奇怪的东西里面，至少有20%你大脑是可以自己做出一些规则，然后把它完全记忆下来的。你不需要你无意识完成的，不需要你有意识的去训练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。比如说我们如果要做一个简单的考试的话，要求一个人考满分，那么那个答案肯定都一样的，是吧？如果你是做这种考试的话，那是不可能有个性。但是困难的考试，它的个性就很强，就是大家都不会做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只能回答20%的时候，你所有人的答案都是独创的，都是非常难以重复的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说你接受这么多的考试，小学的考试是最没有个性的，你去考那些最难的考试，个性是最多的。那些千出百就是那种答案就是五花八门，就是漂亮的不得了，就是我们也不能叫漂亮，就是反正个性的很。然后，所以这个每一个学习当中的20%都可以构成你个人的故事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，我们《人类简史》这本书就告诉我们，你会讲故事，那你就可以在人工智能面前都能够战胜竞争。人工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呢？人工智能，我的理解，它就是一个白痴天才，它就是能够把一个事情做得非常简单，没有个性，很有效率的把它完成。面对所有困难问题都能100%回答正确，但它不会写故事，它和所有的人工智能一样，没有任何个性。然后人类呢，因为他记忆力他没有那个电脑那么强，没有人工智能那么强，所以他只有编造自己独特的故事来记忆。所以每一个人的记忆他都有他的个性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故事。然后如果你会讲故事的时候，你的故事可以说服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宗教家，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教育家。你在21世纪生存的唯一要素就是你怎么样把这个故事讲得好，讲得有开头有结尾，有高潮有低潮，能够抓紧人心，然后你这个故事讲得特别精彩，这个是你在21世纪如何生存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能力。我想说的一句是，当阿尔法狗战胜了李世石的时候，大家都觉得很沮丧，觉得人工智能已经超越了人的智能，觉得人将来没有希望。但是我听到那个消息，我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白痴天才，它根本就没有任何所谓的真正的智能可言，它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勤能补拙。人工智能就是靠着它大量的背单词，大量的背各种的棋谱，大量的自己和自己练习，它就是靠一个勤奋，对吧？因此我听到这个之后，我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兴奋，因为不管有多么人工智能的成功，就证明你这种大量的输入和大量的背诵、大量的学习这种东西是对你的记忆是有帮助的。
这个东西你不会觉得很兴奋吗？你就想想看，刚刚那个讲的斯宾塞的那个记忆曲线的问题，就是你不断的摄取困难的、新颖的、有趣的知识，你也可以记住20%。你没有世界上只要是文科的，没有任何难的所谓的难的知识，你不需要从一开始就是 I have a pen, I have an apple，从最简单的那种开始，你不需要，你可以一开始就是去学最难的，因为最难的你也是记住20%，简单的你也是记住20%，那你为什么不去寻找那些新奇、新颖，然后有困难、有趣的那些知识，然后让你的大脑享受一种盛宴呢？对不对？所以人工智能告诉你啊，你只要勤奋，你就可以战胜很多很多人。那么作为任何一个人，你只要勤奋学习，你只要愿意接受新知识、困难的知识，你愿意自己去看，而且你不要在乎那个东西有多难，因为你不需要去看懂它。为什么你要看懂它？看懂它是你理解作者的思维，是吧？你现在的主要目的是你要看完之后把那个东西变成你自己的故事。你要用自己的理解来把它再说一遍，你不需要正确的理解那本书，那作者的意图什么什么那个，我们以前做的什么中心思想啊，什么这个主题啊，什么写作目的啊，这些你根本就不用去管，你只要把它变成自己的故事。你看任何一个书，看任何一份知识，你能不能把它编成自己的故事，然后再复述给别人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讲到最后哈，我觉得听说了阿尔法狗战胜了这个历史时，很多人感到绝望啊！看到这个记忆曲线一下都要忘记80%，很多人都感到绝望。我觉得刚好相反，你看到了光芒，就是有很多这种不聪明，不是天才，但是他很勤奋，他愿意去大量的输入这些单词啊，就是找这些单词的东西，然后不停的去看，不停的找新的东西，不停的有这种好奇心，他就可以掌握20%的知识。而现在互联网如此之强大，你要想想看，互联网上能找到知识，简直就是海量的。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在哪里？如果你在80年代学东西的话，你只能去背那些最简单的6000个字，是吧？8000个字。而现在你任何一个语言，你想找3万字、4万字，那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你可以找那些最难的、最奇怪的，然后那些最长的、最拗口的那些英文单词，然后你把它背下来，说一个故事，然后还可以跟人炫耀一下，你看这个单词这么长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很没有意思？你现在，所以说现在这个你知识膨胀，所以你的学习的也是学无止境，然后你每天都可以挑战困难的知识，然后每天你都在想怎么样把它变成一个故事，然后这种事情想起来就是让人每天每天都非常非常的兴奋啊，所以我觉得这第一篇读后感，我就想说。人类简史就告诉了我一个道理：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，你不要管它简单容易。这个世界上全部都是容易，在面对讲故事这个才能面前，所有的知识都是容易。谢谢。